600万，谁能想到才过了半年我们就到了600万粉丝？我们在500万的时候说过一个誓言，就是我们每增加100万粉丝，我们就会来做一个 Q&A， 你可以问我们任何东西，什么都可以问。我们也会准备一个抽奖给各位，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绝对没有今天这个工作，我们很热爱它。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次大家给我们提了哪些有趣的问题。Let's see， 潘天红老师，你能打我一巴掌吗？这个癖好稍微有点特别啊，就是实话说，打粉丝本身不是一个特别文明的事情。你说要我打你，那真的不行。但你说你要打我一巴掌的话，不大好，但可以。Only you can take me choice again。去影视飓风的公司参观需要预约吗？流程是什么？我们其实是有开放日活动的，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些我们上一次开放日活动的那个现场，就是我们会抽一些粉丝来我们这边，然后我们会准备很多小的礼品，然后各种东西，会比较正经的来办一个有趣的活动。然后呢，我们也想提一点，就是各位请不要在没有打过招呼的情况下直接来我们公司，我们有很多保密的设备，假如说被先拍出来了，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几百万的损失。我们会尽可能的保证一个高的频率来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交流，可以期待一下。Tim， 你可以跳极乐净土吗？就我不会，你知道吗？就我乐意给你跳，但是我真的没有学过，其实从来没有听过《极乐净土》这首歌，就可以，但是我需要人教我，我找谁来教比较好？辛小萌。想问影视飓风的摄影老师们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审美以及工作能力的？我自己提升审美的方式就是看大量的视频，每天我至少花3个小时以上看各种视频，只要看得够多，就自然知道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至于别的，摄影们来讲吧。我其实比较喜欢看一些平面类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大佬像 Ask 或者是 Vlog 之类的，因为平面的想象力会比视频的想象力要多的很多。然后我自己也会就是收集一些像是这种电影的设定集或者是画册之类的，比较适合平时拿来找一些灵感。潘老师，我很认真的问一句，如何能够进入你们的公司？怎么才能加入你们？有没有学历要求？我真的很喜欢你们氛围和视频，好奇公司的员工都是怎么走上影视之路的。这个我觉得我自己答没有什么作用，我就拉上我们公司的员工来和你讲讲他们原来的专业是什么，然后现在在干什么。我是在曼彻斯特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读的本科和研究生，然后我的专业都是管理，是酒店管理，你要加个前缀。对，然后我来公司应聘的职位是总经理助理，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它相当于是有点 VP 的感觉，有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但是来了我们公司之后，我发现这个总经理助理呢，和司机差不多。李思维帮我开了大概1年多的车吧，但人还是很好的在这里。对，就唯一一次他没开的时候，我出了车祸。对，所以我还是很重要的。我学的专业其实跟影视一点都不搭边，我学的是和茶叶相关的，我有高级茶艺师和高级评茶员的2个证书。当时招进来的时候是因为我会剪辑，因为当时我会追星，然后我就自学剪辑，给哥哥剪视频，然后 Tim 就是看中了我这个能力，然后把我招进来的，谢谢。非常厉害。我本科学的是日汉双语播音，在浙传。你能用播音腔继续来说这些话吗？我可以给大家用日语自我介绍一下。好。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私はヒューエキ君です。文君还会拍视频，我们可以看看他早期拍的视频。别，我求你了啊！不要鞭尸。我就是一个追星狗。刚开始的时候追的是张根硕，然后又喜欢上了 BigBang， 喜欢着然后也会一起去看演唱会啊，一起去唱唱。你们都很熟人，吃饭、喝茶、聊聊天什么的。然后聊的呢，你怎么和跳广场舞一样？我不会跳。好，我觉得差不多了。
他内心已经灰掉了，我们可以轻轻把它调色调成灰色。我原来的专业是工程造价，就是我们要去，比如说你这个项目你要盖一个楼，你要去算它的价格，然后你要去盯现场，其实就跟制片是干一样的，只不过他管的是这个摄影剪辑，然后我们管的是张工、理工、流工。然后怎么转到编导还有摄影这些岗位上面来的呢？是因为我们那个大学是理工科的大学，所以男生多。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些加分的技能，这个是会非常好的。可以你有女朋友了吗？所以实话说，加入我们本身对学历还有各种东西没有太多的要求。说真的，我们最在乎的就是你的作品。所以说你的作品好的话，如果你想做编导，那就要拿出一个好的你策划好的视频。如果你说你是剪辑很厉害的人，拿一个混剪，拿一个你自己做的东西，只要我们认可，我们就会来和你面试，也许就能和我们一起工作。就这么简单。影视飓风的白皮书现在什么进度了？真的会公开吗？付费我也不介意的。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打算收过钱。我们想公开白皮书，但是白皮书这个东西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做着就发现我们自己也没这么懂。我们现在在考虑做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开一个视频系列，就是做视频，然后也是一期期更新，就叫影视飓风的白皮书，或者说做一位 UP 主的白皮书，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能把 team 换成青青主持吗？好，各位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大概就是这个感觉。来自于00 Apris team 看到这就去喝杯水休息一下吧。好，谢谢你。谢谢你。Next， 来自于双枪老鸟，上次联动的时候放在临时柜台那边的白花蛇草水，大家都喝完了吗？喝完了，就是只待了1天，那边所有的水都被喝完了。然后他们甚至觉得某换那个水太淡了，他们买了更浓的版本去喝。当然还有一些人没喝过，我可以请他们来喝一下。干杯！哔哩哔哩干杯！哔哩哔哩干杯！干！哦，所以是要喝完吗？要喝完。要喝完。能分享一下公司的食堂吗？可以。这边是我们园区的食堂，说真的，其实还挺好的，有各种各样的菜品。但是可惜的就是这边有我们公司人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因为大家每天中午都会去3公里以外的一家叫做麦门的地方去享用他们的午餐。然后最难受的一点就是这个麦当劳他们的麦乐送离我们就差100米，然后就不送了。我希望我们的麦乐送能够送到我们公司。如果你是麦当劳的负责人的话，拜托了。有准备往短视频转型吗？或者说有打算做矩阵吗？比如让青青老师、李思维老师、飘逸老师、易军老师自己做号。实话说，我们有过这样的考量。当然后面我觉得我们公司本身就这么多事，大家都在这边工作，每个人独立做号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内容上打架，也不这么有趣，然后会分散他们工作经历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打算做一个整体的公司向的这么一个日常生活的账号，叫做巨多多 Slum Crew。然后在那边的话，我们就会讲我们公司日常的一些搞笑的，然后公司的各种活动，然后还会有些特殊的系列节目在那个账号上面做出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账号形态，所以说可以期待一下。好奇老白的头发是为公司操心太多而变白的吗？不是，我妈跟我说我小时候生出来的时候头上就有一根白头发，但是来了影视飓风以后应该多长了几百根吧。然后老白有过很多种发型，头发长的、头发短的、剪掉的，但是他最近头发变黑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染黑了，真的很像金城武，你可以看一下像不像？像的话你可以扣个1。目前 Team 个人认为影视飓风做的规模最大或者个人满意度最高的片子是哪一条？我觉得应该还是我们直升机航拍那一次，就是调了直升机，全国到处飞，然后去拍各种东西。能公开雾3炸鸡的视频吗？可以。2台都在了吗？谢谢。描述一下，2个人都是飞手，然后呢，这个是飞表演机的，这个是飞这个拍摄机的。对，当时是在桥底下，飞机拍飞机，然后我就在空中停杆了，啥也没动。然后过了2秒以后，我低头看遥控器，黑掉了。所以责任是你的，有一半是他的，所以责任是你的。我就是在路上好好的开着飞机，然后就被砰撞掉了。所以责任是你的，是不是你没有看遥控器，他被江风吹偏了？所以责任是你的，被吹偏是我是你的，所以责任是谁的？我都没去，为什么是我的？飞机是你买的呀？压力大的时候怎么缓解？看 T 老师精神一直很饱满的样子，鄙人表示非常的羡慕。
一个人是不可能100%饱满的。就是我在公司大多数的时间还是一条咸鱼，就是趴在我自己桌上，窝在一个角落，在那边叭叭叭叭敲字，然后在那边想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么痛苦，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处理不完。所以说你不能指望我也是100%精神饱满的状态。我可以请公司的人放一些平时他们偷拍我的样子，你看到的那就是真实的我的状态。这也能拍 vlog？ 太恐怖了，我现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能买一瓶液态屁来吃吗？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看。液体屁我们买来了，这个价格还挺贵的。我们所有人这样吸一口，好吧？我没闻到。我靠！哇，1分的老哥，我记住你了。Tim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吗？有没有什么至暗时刻或者转折点那种？非常感谢你能够跟我们这么久。其实我们一直有在做这些谈心的内容，为什么不多？因为一个人能输出的情感只有这一些，所以我通常会在1到2年左右才会做一期创业故事的分享。那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们马上要迎来新的一期创业故事分享了。我稿子已经写好了，我会很真实的从我们自己犯的错误，还有我内心的折磨和煎熬上面来和你讲我们公司这2年的发展，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应该马上就会有了。想了解影视飓风现阶段 AI 技术的使用情况，说真的 AI 我们现在有用，但是没有用的特别多。就我现在觉得 AI 是在一个爆炸的起点，大家都在讨论它，但你说它真的有这么好用吗？还有一些举例，像 Midjourney， 这我觉得挺好用的。但是你要说 GPT， 它真的能帮我们写出这种文稿，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稿子，那我觉得不大可能。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公司各个工种，他们目前是怎么用这些 AI 的。我是影视飓风的美术，然后有些导演就可能对画面没有什么概念，我就把他们的一些很简略的词放到 ChatGPT 里扩写一下，然后我再把它放到 Midjourney， 然后再给我生成一下画面，直接问导演，这种是不是你想要的画风？让他确定了之后，我再拓展一下。目前 AI 的话，其实是可以写一点点稿子的，但是他写的非常离谱。比方说，我写了一段，今天下午我要去拍一个600万粉丝的 Q&A， 他帮我写的内容是：今天下午我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挑战，去拍摄一个拥有高达600万粉丝的提问与回答 Q&A 的环节。这将是一次非常有趣且充满神奇的。所以说，我发现人家写的比你读的顺。对，对，这要你干嘛呢？来自于白日梦黄昏 ，Tim 作为老板兼摄影爱好者，能给每个员工拍张大头照吗？或者员工间搞一个比赛 ？Tim 在创业过程中有没有结识一些同辈的老板和创业者？他们身上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点？要说人的话，就有很多，无论是像闪击，无论是像趣评测，无论是像别的各个开了公司的那些 UP 主，或者说创业者做产品的，他们身上最大的共性就是坚持。就是过了好几年之后和他们相遇，他们还是和之前一样专注在他们的产品上面，这是我觉得最感动的一点。坚持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能做到真的不容易。然后你说的给所有员工拍张大头照，这个创意我觉得真的很好。我们公司很惭愧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一家影视公司，但是我们每个员工入职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来得及给他们拍张照片，所以说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借你这个问题来给大家拍一些照片吧。非常感谢。哎呦，对，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600万粉丝的 Q&A， 希望你觉得有点意思。然后我们下一次就是700万，我不知道多久我们能够实现，但是非常感谢你的陪伴，我们才能有现在的工作，能够享受我们所做的事。所以谢谢你，那我们700万再见。等等，先别走，来看看我们的新衣服吧。